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明日情书》故事解说。全新的英语老师思晨来到学校任职，初次露面时，气质温柔的他立刻吸引了旁人的注意。有人打趣年轻的顾瑶，询问他为何特意打听新来女老师的年纪。思晨性格大方随和，主动打破初次见面的拘谨，向对方提出往后希望可以不再称呼对方为全老师，想要换一种相处的称呼方式。旁人顺势接话，道出了权威的名字，还轻声念出一句深情的话语，言语间满是温柔缱绻。随后画面转向思晨的个人履历，众人得以知晓，思晨今年27岁，毕业于知名的 A 大英语系，从23岁便踏入教育行业，多年来始终深耕在雅思教育培训领域，年纪轻轻却拥有十分扎实、丰富的教学经验，专业能力备受认可。校长在一旁主动为思晨介绍身旁的男人，告知思晨，这位是学校的投资人顾瑶。思晨礼貌地转头问候顾瑶，称呼对方为顾总。简单打过招呼后，校长表示没有其他事宜，便先行离开。现场只剩下思晨与顾瑶两人独处。顾瑶看着眼前的思晨，眼神久久没有移开，神色格外专注。他主动开口告诉思晨，他的眉眼、鼻子、嘴巴，每一处五官都和自己的女朋友一模一样，相似度极高。思晨听到这番话，神色平静，礼貌地开口询问顾瑶，他的女朋友如今身在何处。顾瑶的神情瞬间暗淡下来，语气低沉地告知思晨，他的女朋友已经失踪多年。思晨听闻后，出于善意贴心询问是否需要自己帮忙报警寻找。顾瑶摇了摇头，缓缓说道，早在8年前他就已经报过警，只是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半点消息。紧接着，顾瑶主动向思晨提议，询问他是否愿意听一听自己和女朋友的过往故事。剧情随之跳转，切换到一段过往的回忆片段。曾经有人对顾瑶说，他父亲的新公司即将提前开业，两人需要提前到场筹备，同时叮嘱顾瑶，家里为他申请的学校雅思考试必须顺利合格，不能出现纰漏。家人还特意告知顾瑶，已经为他聘请了一位专业能力极强的英语老师，能够针对性帮他提升英语成绩。画面转回当年初见的场景，初次见面时，顾瑶不小心将水洒到了新来的老师身上，身旁的人连忙出声提醒他关掉水源，制止他莽撞的行为。这位当年前来授课的老师正是权威，他温柔的自我介绍，告知顾瑶自己是他的英语老师。顾瑶的家长连忙向老师解释，自家孩子顾瑶其他学科成绩都十分优异，唯独英语科目偏弱，所以才特意聘请老师专项辅导。家长还告知权威，自己和丈夫次日就要出国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希望权威可以暂住家中，全权负责辅导顾瑶的英语学习，将孩子托付给他。权威十分爽快地答应下来，表示自己对辅导顾瑶很有信心。权威主动温柔地和顾瑶打招呼，可年少的顾瑶却十分叛逆无理，做出了不礼貌的举动。家长立刻出声训斥顾瑶，指责他不懂礼貌。原来刚刚顾瑶并不是故意泼水，只是不小心让老师的眼镜沾到了水渍。权威并未计较孩子的莽撞，反而轻声向顾瑶道谢，缓解了尴尬的氛围。家长依旧无奈地数落顾瑶瞎胡闹，连忙招呼权威进屋落座。回忆的旁白缓缓响起，19岁的顾瑶在初见英语老师权威的那一刻，便对他一见钟情，彻底心动。旁人听闻这段过往，都觉得这段年少的心动十分美好。顾瑶却表示，后续的故事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情愫与遗憾。画面切回现实，顾瑶正要继续讲述自己的爱情往事，思晨却主动打断了他。思晨语气礼貌且态度坚决地表示，自己没有多余的时间聆听她的故事，因为她的男朋友马上就要来学校接她下班。说完这句话后，思晨便准备转身离开。临走前，思晨正式为顾瑶介绍了自己的男朋友。这名男子名叫郑宇，是环宇投资行的创始人，年轻有为，气场沉稳。顾瑶看着眼前的两人，开口打趣，称思晨是自己的学生。思晨立刻笑着纠正，告知郑宇，顾瑶只是学校的投资人，并不是自己的学生，直言顾瑶太过爱开玩笑。一旁的郑宇也顺势搭话，表示以顾瑶的年纪，断然不可能是思晨的学生。顾瑶眼神执着，缓缓开口道出关键信息，他今年27岁，和思晨是同龄人的年纪，而8年前的自己只有19岁。简单一句话，瞬间串联起了8年的时光纠葛。思晨不愿过多纠缠，礼貌道别后，便和男朋友一同离开。两人离开后，顾瑶依旧盯着思晨离去的背影，喃喃自语，称赞思晨盘发的模样十分好看，和自己失踪的女朋友一模一样。思晨此前已经多次明确否认，此刻再次严肃告知顾瑶，自己并不是他的女朋友，希望他不要再认错人。顾瑶却没有就此罢休，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执念之中。
反复诉说着思辰的五官、神态都和自己的心上人别无二致。剧情随即切换到一场热闹的生日聚会现场，现场摆放着精致的蛋糕，众人簇拥在一起，纷纷催促寿星赶紧许愿，气氛十分热烈。有人突然想起，连忙呼喊沈老师下楼，邀请沈老师一同下来切蛋糕，参与聚会。身边的朋友也纷纷附和，热情邀约。人群中还有人悄悄议论，直言顾瑶和思辰两人之间氛围暧昧，笃定两人后续一定会有发展。聚会闲聊时，有人偶然询问思辰的生日月份和日期，思辰却表示自己并不清楚具体生日。旁人十分诧异，疑惑世上怎么会有人不知道自己的生日。思辰这才轻声解释，自己是7月被福利院院长在门口捡到的弃婴，从来没有过属于自己的生日。顾瑶听闻后，当即温柔地向思辰提议，往后每年的7月4日就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生日，往后岁岁年年都可以一起庆祝。随后顾瑶主动向在场众人介绍思辰，告诉大家今天是他和思辰的生日。众人纷纷送上祝福，热情欢迎。在众人的欢呼声中，两人一同闭眼许愿。身边的朋友纷纷送上美好的祝福，祝愿思辰永远年轻，岁岁无忧。有人感慨，时光倒流，永葆年轻是所有普通人的心愿。可顾瑶的心中却藏着不一样的期许。聚会氛围温馨，众人纷纷拍照留念，记录下这一刻的美好。就在氛围正好的时候，顾瑶突然当众告白，直白地告诉思辰自己喜欢他。突如其来的告白让现场氛围瞬间安静下来，思辰也格外意外。聚会结束后，朋友向思辰道谢，感谢他前来参加生日聚会，随后便先行离开。思辰的朋友看着顾瑶的背影，忍不住向思辰追问他和顾瑶的关系，直言能看出两人相处十分熟络，关系不一般。思辰立刻否认，坚定表示对方只是认错了人，让朋友不要多想。思辰独自留在蛋糕店，店员上前询问他需要的蛋糕数字，思辰随口报出了自己的年纪27岁。他在心中默默许愿，希望自己今年27岁，明年28岁，岁月正常流转，再也不要经历时光逆流的遗憾。巧合的是，顾瑶也独自来到了这家蛋糕店。他看着思辰，轻声告知他，今天同样是自己女朋友的生日，这是他和女朋友7年以来第一次好好过生日。他主动将蛋糕送给思辰，提议两个孤独的人偶遇，不妨一起共度这个生日。思辰向来习惯独处，直接拒绝了和他人一同过生日的提议。顾瑶看着态度疏离的思辰，轻声诉说自己的过往。他坦言8年前19岁的自己爱上了35岁的权威，这段不被看好的姐弟恋需要极大的勇气支撑。他和权威仅仅相处了1年，对方就彻底消失不见。8年以来，他走遍了权威曾经提及过的所有角落，四处寻找，却始终杳无音讯。思辰听闻后，忍不住开口感慨，按照时间推算，他的女朋友如今已经40多岁，疑惑他为何多年来始终执着于年纪这件事。顾瑶却表示，年纪从来都不是阻碍他执念的关键。两人对话间，蛋糕上的蜡烛即将燃尽，顾瑶轻声唤出小薇，为他送上生日祝福。当晚，喝醉酒的顾瑶情绪失控，一时冲动亲吻了思辰。清醒之后，顾瑶满心愧疚，向思辰诚恳道歉，表示自己是借着酒劲加上朋友起哄，才一时冲动告白并做出越界举动。他认真告诉思辰，自己是真心喜欢他，还打算联系思辰的母亲，坦诚自己的心意。思辰态度坚决，明确告知顾瑶，自己会立刻联系他的家长，辞去辅导老师的工作，彻底断绝两人的往来。顾瑶连忙拉住思辰，误以为他的拒绝只是碍于面子，觉得思辰没有彻底排斥自己，甚至对自己也存有好感。思辰无奈反问顾瑶，是不是他这个年纪的年轻人都如此自作多情？顾瑶也反向反问思辰，是不是他这个年纪的人凡事都太过瞻前顾后，顾虑重重？思辰平静回应，这和年纪没有任何关系，随后便打算转身离开。顾瑶不肯放手，深情告白，自己对他的喜欢可以跨越年龄、世俗等诸多阻碍，唯独跨越不了流逝的时间。他认真和思辰探讨年龄与时间的区别，称年龄是两人身处同一空间，时光同步向前，可他和心上人的时间从来都是相对的。思辰无心聆听这些说辞，直言自己听不懂，也不想听懂。顾瑶依旧执着，坦言自己的世界里因为有他的出现，多了瞬间这个时间单位，哪怕所有美好都稍纵即逝，他也甘之如饴。思辰被他的纠缠耗尽耐心，严肃警告顾瑶，若是继续纠缠，自己就会选择报警。顾瑶闻言，语气带着无奈与偏执，再次提及8年前自己就已经报过警，寻找失踪的权威。思辰彻底严肃神色，再三重申自己不是他的女朋友。他清晰告知顾瑶，自己名叫思辰，
今年27岁，绝非8年前35岁的权威。他劝诫顾瑶，若是权威真的失踪，就继续寻找；若是已然离世，就坦然祭拜，不要随意将旁人错认、偏执纠缠。顾瑶依旧不肯相信，拿出珍藏的旧照片，质问思辰：世上不可能存在2个一模一样的人。思辰冷静反驳，告知他世界上容貌相似的人数不胜数，不必过分执念。他直指2人的年龄差距，照片中的女人年过30，眼角有明显的细纹、唇纹，而自己年轻无细纹，是完全不同的2个人。顾瑶却依旧固执，他表示抛开岁月留下的纹路，思辰的眼神、说话的语气，甚至刚刚亲吻时的触感，都和权威一模一样。思辰无奈之下，只能劝说顾瑶去看心理医生。顾瑶却表示，自己的朋友蒋方成早已做过心理医生的尝试，根本无法治愈自己，也无法解释为何8年后的今天会出现一个和权威一模一样，甚至更好的他。为了彻底打消顾瑶的执念，思辰拿出自己的身份证，清晰展示自己的姓名、年龄，再次表明身份。他终于说出了隐藏多年的真相：顾瑶心心念念的权威，其实是自己的小姨，2人是容貌极度相似的姨甥关系。思辰语气平静地告知顾瑶，他牵挂多年的权威早已在36岁那年因病离世。他推测，小姨7年前不告而别，彻底消失，并不是刻意辜负，而是得知自己时日无多，不想拖累顾瑶，才选择独自离开，默默承受病痛。思辰劝慰顾瑶，斯人已逝，希望他可以放下执念，节哀释怀。即便得知离世的真相，顾瑶依旧不愿相信，认为这是思辰编造的拙劣谎言。思辰看着他执念深重的模样，心中满是感慨，坦言自己也为小姨感到庆幸，离世多年还有人始终念念不忘，用心牵挂。顾瑶依旧不肯罢休，接连追问思辰小姨的合照、死亡证明，甚至追问骨灰安葬的地点，质疑他只是在家摆放简易灵堂敷衍了事。思辰告知顾瑶，自己年纪尚小，小姨离世时2人没有留下合照，也没有留存相关证明，简单的灵堂也是他来到这座城市后特意备好，以防顾瑶执念不休。即便真相摆在眼前，顾瑶依旧固执己见。他记得权威后背有一处专属的红色胎记，想要亲自验证，以此判断思辰的身份。顾瑶亲自查验过后，并没有找到所谓的红色胎记，可他依旧没有彻底死心。思辰质问顾瑶，如今的行为已经属于越界，自己完全可以报警处理。顾瑶却态度执拗，丝毫没有退让。思辰无奈之下，只能搬出自己的未婚夫，警告他再纠缠就联系对方。顾瑶听闻未婚夫，依旧不肯放手，还追问他的未婚夫是否知晓2人即将结婚的消息。争执拉扯间，顾瑶拿走了那张旧照片，还告知思辰，这张照片是当年他亲手为权威拍摄的，如今终于重新回到自己手中。思辰眼神坚定，郑重告知顾瑶，8年前35岁的权威早已离世，再也不会回来，让他彻底放下过往。事后，旁人看着再次陷入颓废、郁郁寡欢的顾瑶，纷纷感慨，7年的时光依旧没能吹散笼罩在他心头的阴霾。如今再次遇见和权威容貌一致的思辰，过往的执念与伤痛再次席卷而来。众人纷纷议论，猜测顾瑶昨日主动去找思辰，最终却一无所获，黯然收场的缘由。有人疑惑思辰到底是不是当年的权威，也有人好奇2人之间千丝万缕的纠葛，却始终没人能解开缠绕顾瑶8年的深情与执念。岁月流转，过往的温柔变成心底的伤疤，8年的等待与寻觅，最终只剩下一场无解的纠葛与难以释怀的遗憾。